首先呢，前高后低，倒三角斜向后，偏水平15度划分，两边对称，自然垂落，剪 A 技术线条，这样比较有质感，因为发质比较细软。侧区注意看一下，如果我们剪圆形，相对容易缺，容易矮后曝光，也没有今天剪方形更吻合发型的需求。今天是酷感偏动感的一个短发。另外一侧呢，相同的方法，首位划分对称。我们偏水平剪头发的时候容易产生重量线，所以发片呢不要超过1公分，注意分区对称。那第二片呢，以底来导线，比划分线低1指位，剪一个轻堆积。那容易剪斜方的时候，两边不对称，注意站位。那我们的首位跟划分线绝对平行，一定要注意，否则两边一边重一边轻，一边长一边短。那我们横向去剪的时候更有稳定性，更有拉宽横向空间的比例，因为 model 脖颈后面也偏窄。所以要注意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不选择纵向去剪轻堆积？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因为纵向不方便剪两个斜方，因为横向剪方更容易建立，更有稳定性。随着素材的变化，我们的次分区也要跟随变化，以科学快商业为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懂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注意我们的站位，因为直播的时候又要照顾机位，所以有点别扭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直至剪刀我们这一片是高于整骨点这一片，所以这一片呢，我是从底下往上梳的，大概接近到90度。看一下这个角度，否则会有印线，注意看好，等于后面是剪的两个堆积的斜方，这样呢，外线更有质感，里面呢也不丢失饱满度，也有一点扩宽的作用。侧区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斜向后，因为脸型比较小，我们打开脸型，看上去是90度。大家注意看一下眼视，因为头位呢是往这边侧的，依然是一个轻堆积。那注意从前往后梳原位，注意看好啊，因为很多伙伴喜欢找导线往前带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是1带2是原位，是为了找导线，也是2带3看清楚是原位，打开脸型，只有最后一片看清楚是往前带。是保留后面的长度，这样借后面的长度，借后面的凉感，同时近后前区都是75度的轻堆积。注意看一下，这是反手位，这是反曲线，所以不要剪上短下长。注意斜向后这边比较难控制。那我们剪轻堆积，因为 model 脸型也是偏长，发质偏细软，所以不建议剪去除，否则会收长，外线太虚。所以导线也是后区借的，量感也是后区借的，前后平衡。量感平衡。那斜向后的目的功能就是打开脸型，因为脸型比较小，这片最后一片也是往前带，保留后面的长度。那动感区后发上窄下宽，一点放射，剪的是反曲线，上短下长，这样呢，因为头骨比较饱满，不会丢失饱满度。我抛弃剪 B， 容易产生上下有印线，同时更吻合今天的 C 风格动感小短发。注意看清楚这个逻辑。如果头骨扁平的话，可能就需要选堆积。那整个后部呢，头骨是比较窄的横向空间，所以等于1点放上剪了一个方形，底下静态区是2个横向的斜方，等于后面这个区呢剪了3个方形。因为1点放射不需要靠片，这样剪方形可以扩宽横向空间。动感区前发以后发做导线，依然还是1点放射。注意看一下，以后区的导线剪定点反曲线，这样更加摩登酷感。更加创造更强的动感，拿走最多的量感，保留最长的外线，这也是反曲线的功能，这样就会很酷感的状态。那大家注意看好，次分区呢还是1点放射进行修剪的定点，大家注意看，都是方切口，发质比较细软，更有支撑力，更有张力。相对如果风格是减龄的，我们剪曲线，所以在风格上面也更容易符合今天的主题。1点放射，直至整个动感区前发剪完。我们去定点的去剪的时候，更容易找到头发的自然垂落，放射好打理。剪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以划分线为基准，高于水平，把切口摆成前长后短，点掉自然垂落下来之后，不要完全盖住静态区，可以等于静态区或短于静态区，自然吹干，最后的呈现偏酷感的感觉。